渐习惯用微笑武装。到底要再受多少伤，考验我的坚强？徘徊是非两端，爱恨中找答案。就算还是少了陪伴，至少我还有孤单。放下了遗憾，成就下个美满，不怕孤单，再困难我也有勇气去承担。放下了不安，我要继续往前闯，失去过才能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Jess， Jess，恭喜你顺利度过大学第1年。接下来还有很多关要过，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你什么都不用怕。那就请你多多指教了，安生学长。加油，梅姬学妹，以后我们都要当好律师。嗯。谢谢你昨晚的照顾，不打扰你休息，我先回去了。终于出现了，你一整晚都陪着 Olive 吗？不然怎么样？我不像他妈妈一样，一整晚搞失踪，连电话都不接，丢他一个人在这里。万一 Olive 需要帮忙的话怎么办？满身的酒味，你是怎么当人家的妈妈的？丢下孩子不管，自己跑去喝酒，怎么了？做错了事不敢承认了，你是不是连认错的勇气都没有了？对不起，是我不检点，我不应该让你一整晚在这里帮我照顾 Olive。如果你累了，就回家好好休息吧。我不像那些过惯少奶奶生活的人，我还要回学校上班呢。你可以向学校请假啊。你知道我有多少年没有请过假了吗？你以为我会为了这件小事破例吗？随便你。你听好，你女儿已经不小了，你不要以为她什么都不说就没事了。这阵子她为了你们离婚的事很没有安全感，你最好尽快把事情解决掉，
不要再去争取那些无谓的东西了。Daddy，你不要再欺负妈咪了，好吗？莎莎，什么事啊？早，安生，你有没有看到新闻？你的对手又有新的招数了。哪个对手啊？简君豪已经发了声明，今天中午会召开记者会，正式回应 Ella 的事情。现在所有记者媒体都过去了，肯定没什么好事。我都说过了，这双面律师绝对不是省油的灯，他最厉害就耍手段，这次一定是有备而来，搞不好会爆出一些什么劲爆消息的。你说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？去给记者制造话题吗？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了。你想看，如果真的被他们扭转局势的话，我们公司2位老人家肯定要你放弃汤美琪的 case 啊。要是如你所说，我们不是更不应该去？不管对方耍什么手段，我对这个案子很有信心的。你真的一点也不担心？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你这个人最大的缺点是什么？没有。少说一点八卦，把心思用在工作上，对你的事业会比较好。表姐，那个简君豪真的没有事前先通知你一声吗？我昨天见过他，不过他没有向我提过这件事。惨了，我看他故意不要通知你，肯定是想要借用这个机会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是他有错在先，无论他怎么解释，理亏的人还是他。表姐，你会不会太天真了？这个年代什么都靠包装，只要口才好，黑的也可以讲成白，负心汉你可以把自己讲成这个情场浪子。难道一点都不担心他会借用这个机会挽回自己的形象，跟你抢 Olive？ 走吧，我知道记者会的地点，我们现在就过去，看他们耍什么把戏。我不觉得我应该去。为什么？你想想看，万一简君豪说了一些骗人的话，或者是污蔑你的话，那至少你可以当场拆穿他真面目啊，总好过你事后才澄清，到时候就太迟了。你让我再考虑一下。你还要考虑什么？难道你要简君豪抢到Olive的抚养权吗？你不为自己着想，你应该为Olive着想吧？你难道想要Olive跟那对狗男女一起生活吗？走吧，走吧，再不去的话就真的来不及了。Olive这边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叫阿姨下班后过来看看。简医生，帮我取消记者会。为什么？不是什么都已经准备好了吗？我不想节外生枝，你的责任只需要帮我打赢官司就行了。就是为了打赢官司，才有必要办这场记者会。稿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，你只要照着念，其他的问题我会帮你一一挡下。你确定没问题？相信我，记者那边我已经事先打过招呼，我会确保一切顺利进行。其他问题你真的不需要担心，记住，保持平常心，投入的念就行了。莎莎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都已经来了，我们就看一看他们耍什么把戏。谢谢媒体百忙中抽空来今天的记者会。首先，关于外界的推测，我想借这个机会一一的做出声明。如同传言，
Ella 肚子里面的孩子，的确是我的。表姐在楼上。我知道我做了在外人眼中一个非好男人的举动，我不应该在还没有结束现有的婚姻之前，就开始新的一段感情。不过，我和 Ella 的感情绝对不是逢场作戏。实不相瞒，我们的关系已经维持了4个月，而且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我和我妻子的婚姻出现问题之后。快点啊，表姐，走啊！表面上，我和我妻子维持着外人眼中完美家庭的模样，但实际上，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们早就视对方如陌生人。我们不再有夫妻的生活，不再有欢笑，也不再关心彼此。其实，我们早就意识到，这段婚姻终究会走到末路。我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，所以一直选择逃避。对不起，你们不能进去。我是记者，那你们有没有邀请卡呢？你知不知道，如果我们错过了这次的记者会，后果会很严重。算了，如果真的不能进去，那就别勉强。不行，都来到了，为什么要回去？发生什么事啊？武先生，汤女士，你怎么会在这啊？你就是这里的负责人。没错，让他们进去吧。事到如今，我应该为我所做的一切负上责任。作为丈夫，我愧对我的妻子；作为父亲，我愧对我的女儿；作为儿子，我愧对了我的父亲和我的家族。作为男人，我愧对一个真心爱我、一直在我背后替我受痛苦的女人，也愧对我尚未出世的孩子。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都不应该继续下去。我恳请大家不要再针对 Ella， 针对我个人就好。至于我和我妻子，也已经在处理离婚的手续。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发表不实的传言，影响我的家人，尤其是我女儿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我也一样。我从来没有打算过伤害任何人。不过，因为我的不成熟，偏偏伤害了我身边许多人，尤其是我前妻汤美琪。我明白，她是因为恨我，所以才会对外公开 Ella 怀孕的事情。在这里，我很希望她能够放下仇恨，尽快和我一起商讨女儿接下来的生活安排。我也祝福她，在经过这次之后，拥有自己的幸福快乐。你们这对狗男女，不要再演戏了，少在扮可怜，给我同情！莎莎，简太太，对于你丈夫刚才的话，你有什么要回应的吗？表姐，表姐。表姐，你就这样算了。刚才他们这样子捏造事实，你连一点想要杀人的感觉都没有吗？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？上前跟他们大吵，让大家看笑话吗？可是你什么也不说，万一媒体把你塑造成那种破坏别人幸福的巫婆，那对你不是更不利？如果我上前跟他们解释，就会显得我更做贼心虚。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理性了？要是我，肯定把那个贱男人给阉掉。表姐，你就不担心这次的风波会对Olive抚养权的官司有影响？现在他们连这种下三滥的招数都出了，
下次他们肯定会用别的手段来跟你抢女儿。我心里有数。那你还不赶快联络雷律师想对策？我不想麻烦他。这有什么好麻烦的？这本来就是他工作啊。你去洗手间。幸好你们还没走。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有些事想当面跟汤女士谈一谈。首先，我表姐跟那个男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跟你也没什么好谈，所以麻烦你不要再打扰他了。能不能帮我转告他，就说简先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谈，是关于 Olive 的问题。如果他愿意的话，请他联络我们。等一下，跟 Olive 有什么关系？这个不太方便透露。可是你不说清楚的话，我怎么转告啊？好吧，事先声明，这件事情我本人也觉得对孩子的母亲来说的确不太公平。可是站在我的立场，我还是得说。简先生，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？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对你们检查造成什么负面影响吗？我要说的刚才已经在记者会上已经交代清楚了，谢谢大家。简俊豪，你这个烂人！有钱就很了不起吗？有钱就可以侮辱人吗？你给我放手啊！要不然我告你非礼！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敢做不敢当！告诉你，表姐是不会把 Olive 让出来的。你休想用钱来践踏别人！100万就很了不起吗？就算这1000万！表姐也不会把 Olive 放给你这个烂人！你闹够了没有？这个死小三，这里轮不到你说话。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有想过用钱去解决问题。我重复一次，奥利的抚养权，我只会交给法官去判决。你放屁！你少在我面前演戏！像你这种背叛家庭人负心汉，你凭什么争？生孩子的又不是你，痛的人又不是你，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？给我放手，不然我们报警！你这个贱货！你也好不到哪里去，谁不知道你爱的只是钱？等到你被玩腻了，迟早会被抛弃的。莎莎，走走，慢着，我要他和我们道歉。你要我和你道歉？你慢慢等啊！你无论如何还要和我们道歉。你让开啊！对了，是吧？真的没事吧？哈？你现在高兴？你现在满意了吧？我告诉你 ，Olive 的抚养权一定跟你争到底。真的没事。马姐，马姐，你在这里休息，我拿药给你。马姐，我今天真的很佩服你的机智，这样都让你扳回一局了。那就要谢谢你的精心设计，我才有机会表现。谢就不必了。不过说真的，你今天这场戏对你小三的形象的确加分不少。只要媒体继续炒作今天的新闻，我相信之后对我们的情况会很有利。那就是说，你非常有把握可以赢这场官司。好戏还在后头。无论如何，你要和我们道歉，你让开啊！我想听听你的看法。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。那我就不浪费大家的时间，我直接说好了，你还是放弃汤美琪的案子吧，不然再闹下去也是没完没了的。没这个必要，我应付得来。阿胜，米歇尔的意思是，希望你能花时间在别的案子，这样对你跟律所都是最好的选择。相信我的话，离婚官司吃力不讨好，对你来说根本就是大材小用，何必浪费时间呢？既然我们不能达成共识，我也不想浪费你们的时间，我可以随时辞职。你这么做值得吗？我这么做只是想坚持我的原则，除非是克兰先放弃，不然我绝对不会退出。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。
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出去了。你干嘛不吃蔬菜啊？这么挑食，多吃蔬菜对身体有益，把它吃完。你跟妈咪一模一样的，每次都叫马姐逼我吃菜。你妈咪也会这样管你吗？平时我要做什么，她都不管，可是吃饭她管得很严，每天早上还逼我喝超级难喝的蔬菜果汁，还以为她不在就不用吃菜。好了，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，会消化不良的。你把菜吃完，我就买甜点给你吃。好啊，你不要骗我。阿姨，妈，奥利法，你吃饱了吗？要不要莎莎阿姨带你下去买冰淇淋？好啊。那我先带她出去。嗯。我问你，你干嘛无端端跑到人家记者会去大吵大闹？你是不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在办离婚？你能不能顾虑一下你女儿的感受？我有。我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，在学校被记者包围。你这么做不但影响到我，也害到那些家长担心受怕，以为学校出了什么大事。对不起。从小到大只会惹麻烦，麻烦以后你克制一下自己。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处理事情能不能成熟一点？是，我是不够成熟，在你心目中，我永远就是这么任性，对吗？美琪，谢谢你来看 Olive。其实我特地过来，也是想看看你的情况。我没事啊。你一整天都没接电话，一定还在为记者会的事情烦恼吧？其实你会去记者会，我真的觉得蛮意外的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去猜场的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觉得你这么做有点得不偿失。怎么不事先找我来商量？安生啊，你不要理我的 case 啦。为什么？这个 case 本来就吃力不讨好，我不想麻烦你。我可以找其他律师的。你是不是对我没有信心，还是怀疑我的办事能力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今天为了你的案子，我差点跟我老板翻脸。我告诉他们，如果他们阻止我帮你，我会递交辞职信。要是他们知道现在的情况，肯定会笑我的。你为什么为了我做出这样的事啊？也不全是为了你，还为了我的原则。我从来不会主动放弃委托人对我的信任，这一次也不想例外。可是如果你坚持换人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对不起。为什么要道歉？你就当我是在发牢骚好了。我的 case 还是由你来负责，可是你一定要以平常的收费跟我算。那你要有心理准备，我的收费真的不便宜。你不会因为这件事而得罪你老板吧？放心吧，我没事。看这里啊，你看这一段，我很喜欢。美琪。妈。啊，昂婷你好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
妈，你怎么来学校也不通知我一声？你心虚什么？刚刚那男生是谁？他只是我学长。真的？真的，我们只是刚巧遇见，所以才会坐下来一起温习功课。你别忘了，你答应过我的事啊。知道啦，他真的只是我的普通朋友。最好是这样。你要是敢当我的话是耳边风的话，我就要你马上搬回家去住。放心啦，肚子饿了，吃饭吧。妈，你干嘛乱动我的东西啊？安生，是不是那天我在学校看见的那个同学？你为什么要送领带给他？我都跟你说，他是我的学长，他帮我完成我的期末报告，我才买领带想要感谢他。你是不是对他有好感？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我都几岁了，我班上的同学每个人都在谈恋爱，只有我没有，我都觉得我快变异类了。如果你谈恋爱就会分心，就会影响成绩。别人谈恋爱成绩还是一样好啊。汤美琪，你竟敢跟我顶嘴，真的后悔当初让你搬出去住。妈，你还给我啊！这是用我的钱买的东西，没有我的允许，我不会让你送给任何人。妈咪，你是不是不喜欢外婆？为什么突然这么问啊？没有吗？那为什么你一看到她就会跟她吵架？你是不是又要说，大人的事，小孩子是不懂这么多的？那你是不是真的很讨厌外婆？有些事情不是讨厌或喜欢这么简单的。我听不懂。你是不是觉得外婆一直很凶啊？她会不会感觉一直都在生气？有一点点。可是她有时对我很好，好像之前的生气都是假装的。妈咪就是这样，从小到大被你的外婆带大。我真的很想跟她好好沟通，但就是没有办法。会吗？我不觉得外婆很难沟通啊。很晚了，睡吧。放心吧，一切交给我。哎，我们也见面了。对了，上一次的事情真的很抱歉，我没想到会造成这样的误会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真心希望最后的判决可以让大家都满意。不用在我面前装君子。Olive 的抚养权，我一步都不会退让。我也不会让。大家放轻松，这又不是什么刑事案。庭上见。我们走吧。法官大人，我相信你已经看过我的当事人简君豪先生的财务报告，上面很清楚的列明。等一下，我想我还没有要你开口说话吧？对不起，法官大人，我有些问题要你的当事人亲自回答。没问题。简先生，最近八卦新闻都是关于你的报道，你都已经公开承认自己有婚外情的私生子，那我想你应该知道。以上的行为已经可以构成通奸罪了。既然你都已经知道自己错了，想要离婚，
那你还有什么理由拒绝支付赡养费，争取女儿的抚养权呢？如果你没有准备，那我看我们不需要浪费大家的时间。等一下，法官大人，我的委托人有话要说。法官大人，其实我和我太太早已经在3年前的关系如同分居，虽然我们住在一起，不过基本上是没有交流的。汤女士，请问他所说的是真的吗？法官大人，这几年他的确很少回家，但这不算正式分居吧？简先生，我请你搞清楚，还未解除婚约之前，任何一方在外建立的男女关系都被视为是通奸。如果你还拿不出什么实际证据证明你比汤女士更有资格抚养这孩子，那我看我们不需要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。等一下，法官大人，我有证据。你还有什么证据？法官大人，其实我的当事人曾经请过私家侦探调查他的妻子，也就是汤美琪女士。在调查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到汤美琪女士有通奸的证据。根据报告上的时间显示，汤美琪女士早在半年前已经和其他男士有亲密的接触，而我的当事人因为这件事情伤心欲绝，促使他和现在情人展开新的恋情。法官大人，完全没有这回事，这根本是在污蔑我当事人的人格。我们有凭有据，如果真的要追究，其实双方在这次的婚姻上都犯下通奸罪，不过不同的地方在于时间上的前后次序。事实是什么，大家都应该很清楚。吴律师，你没有必要去捏造一些所谓的证据来转移焦点。好了，你们就坐下。吴律师，我不会接受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说法，有证据就呈上来吧。法官大人，里头除了汤美琪女士和另一名男士的相处照片之外，汤美琪女士还到过对方家过夜。以上我所说的都有照片为证。我们都知道，你是一个好妈妈。我不是一个好妈妈。从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，汤美琪女士确实跟丈夫以外的男士有着亲密的举动，甚至还到过对方的家过夜。而这个人呢，就是现在坐在身边的连安生律师。从资料上显示，连安生律师和汤美琪女士过去曾经是大学校友。从他们的共同朋友描述，两个人过去的关系非常要好，而且很密切。后来因为种种的问题，导致两个人分手，也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保持联系。一直到半年前，连安生律师突然间回国，加上汤美琪女士的婚姻上的不顺利，两个人很自然就重燃爱火了。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，根本是在诋毁我和我的当事人。请你收回你刚才的言论，并向我们道歉，不然我会告你诽谤。对不起，林律师，或许我刚才的一些用词遣字让你听起来很不舒服，可是我真的没想要诋毁你们的意思。说真的，我反而替你们现在的关系感到十分的惋惜。够了，在我的庭审不需要耍任何的手段，我只看证据。你这几张照片并不足以证明你刚才的说辞。如果你想继续以这个理由来替你的当事人抗辩的话，那我建议你下次请你拿出更有力的证据来，要不然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。知道了，法官大人。这到底算什么？法官可以这么做的吗？他摆明就是针对我。这是预料之中的事。一般闹离婚，女性都比男性占优势，再加上有妇女协商保障本地女性的基本权益，这场仗注定一开始是不好打的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就算给赡养费我也没关系。我的底线是拿到Olive的抚养权，就连供养抚养权，我也不会妥协，明白吗？放心吧，简先生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简俊豪，你真的很无耻啊！明明是你搞外遇，还反过来污蔑我。你有什么不满的，跟我律师说。抱歉两位，我们得先走了。在这里衷心祝福两位幸福快乐，找到自己的美满人生。我真的太大意了，让他们有机会借题发挥。你不用太自责，
赵法官没有接纳他们那个所谓的证据，现在的情况对我们还是很有利。就不知道他们接下来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攻击我们。其实武家明这么做的策略非常明显，不断的诋毁你，就是想要制造舆论的压力给你，让你知难而退。你觉得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反击？清者自清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啊，不需要任何行动，照着原计划进行就好。真的没有必要做其他的准备。相信我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去吃饭，然后我送你回。不用了，我还要去医院陪 Olive。送你去医院吧，顺路。别担心，会没事的。梅琪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忘了约了朋友，不能送你去医院了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搭德士。晚安。晚安。其实我刚下飞机，本来想顺路绕过来，想试试运气，看能不能够看到你。没想到你真的还在。你不是说没有这么快回来吗？还不是董事局那帮老家伙。以前我老公在世的时候，他们还忌讳我3分。现在我一不在，他们3不5时的起哄其他股东来罢免我。如果我不赶回来啊，公司迟早被他们吞掉。你不打算退下来，让其他人去做啊？问题是没有合适的接班人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想好好的休息。你也知道，这几年为了打理整个集团的业务，我似乎没有一天是睡得好。就除了在你身边，我才能完全的放松。有时候，我宁愿自己是个小女人，生活简简单单的。找个男人依靠，什么都不用烦。对了，这几天你是不是很忙啊？我打了很多通电话给你，你都没接。啊，在忙手头上的案子，忘了打回给你。是刚才那个女人的 case， 她叫汤美琪。最近娱乐新闻都是他们家的八卦。很少看你加班加到这么迟才舍得走。这件案子是不是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？他是我的大学同学，我对他只是出于对老朋友的关心。就老朋友这么简单？你想说什么？他是不是那个当年你去了英国而念念不忘的心上人？你想多了。来了。医生有没有说 Olive 几时可以出院啊？明天一早看了报告之后，才能决定什么时候出院。如果你累的话，先回去休息吧。你才应该回去休息啊！明天一早你还要上庭，不好好休息，没精神，法官怎么会相信你有能力照顾女儿？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家里还剩一些鸡汤，在保温锅里，放在桌子上，回去拿来喝，不要浪费。养足精神，把抚养权拿回来。还不走？
你是关心我的，还要装。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不介意的话，可以把我当成倾诉的对象。反正平时都是你听我抱怨，把心事憋在心里会忧郁症的，大律师。刚才在车上，你不是问我关于美琪的事情吗？其实当年我去英国，多少跟她有点关系。其实我们认识很久了，可是我一直没有勇气表白，一直到快要毕业的时候，我才下定决心，把我的心意告诉你。本来以为他收到信之后会很快回复我，结果等了很久，没有任何消息。后来期末考试到了，我们就没怎么见面了。毕业之后我去了英国，这么多年来大家都有了各自的生活，之后就没有再联系过对方。所以你还放不下他？都过了这么多年了，怎么可能？真的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？一个失联10多年的旧同学，你觉得能有什么样的感觉？那我们祝他重获新生，找到自己的幸福。你先早点休息吧，我去准备明天上庭的资料了。嗯。安生学长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鼓励。将来带上这条幸运领带，我们法庭上见吧。黄桂发先生，请问你从事哪个行业？我是一名私家侦探。法官大人，这位就是专门抓通奸犯而闻名的黄桂发先生。也是被我本人所委托，他的任务呢，就是在过去几个星期内紧盯着本案原告，也就是汤美琪女士。黄桂发先生，麻烦你把过去几个星期的发现简短的跟我们做个报告，好不好？好的。这位汤美琪女士没有工作，目前住在娘家。除了待在家，她最常到的地方就是她律师所属的 M&E 律师事务所。但最近这几天，她天天到仁爱医院报到。到医院报道的事情，我们稍后再研究。我想请问你，据你了解，汤美琪女士经常跟谁见面呢？她女儿、她母亲、她表妹，最后就是她的律师。女儿、母亲、表妹，这些都是亲人。也就是说，除了亲人以外，汤美琪女士最常接触的就是林安生律师了，对不对？没错。那除了在律师事务所以外，他们私底下有没有经常见面呢？有。他们这几天都一起进出医院，还有一晚，汤女士跟律师去喝酒，最后喝醉了，还在律师家待到凌晨才离开，有照片为证。每一次失落后，谁来问候？失去才知道今生的所有。每一次彷徨是谁的眼眸？坚定的眼神，相信着我不会保留，一路崎岖不退缩，再多挑战不